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全爸。那这一次台北的2026的电玩展有 Alice 的试玩，本来想说啊，哎呀，要排队那么久啊，好懒惰啊。结果快打的有人呢，就开玩笑地说：“哎，你这样对得起对 Alice 好奇的粉丝吗？”啊，于是我就抱着忏悔的心情，隔日送完小孩，赶紧直奔来试玩。那本来到现场想说找一个熟人来陪我玩，却发现啊，大家不是在比赛中啊，就是有其他的亲友要陪，所以我就只能自己单排。那单排的话呢，现场工作人员是会帮你找同样是单排的玩家跟你配对。那我被配对到的对手呢，大多都是非格斗游戏的玩家啊，或者是一些刚开始接触的玩家，所以过程自然也不好意思希望对方配合我做一些枯燥的测试。因此更多都是在对方疯狂的攻势下啊，或是对方正在摸索的过程中呢，那我尽可能收集一下资讯，一整天不停的重复排队。那谢谢现场的工作人员一直帮我找对手。那荧幕非常的大，所以说光是你确认连段有没有中断，有没有连上，都要动个脖子看一下。好，废话少说，进入主题吧。那首先就是它的 loop 摔呢，在角落的时候呢，前走跟前都没有办法，但是绿冲的话呢，就有一点点的微妙，我觉得好像可以摔到，可是我都是被点掉的，所以有可能是我手残。再来是它对空的拳脚上面呢，目前发现到就是它的下重手对前上方的判定，我觉得很不错。不过在正上方的时候呢，我常常还是会被打到。那至于打背的部分呢，就没有车到。那正转轻手的部分呢，如果贴身的情况下挡住了，也会推开来。然后同样是 Alice 的轻攻击，则是无法确反，也点不到，看起来是一个蛮安全的招式，不知道会不会怕 DI， 没有车到。那基本上所有的轻攻击都可以接到正转轻手。在地面呢，它如果打中敌人的话是不会倒地的，所以它就有点像是将军的剪刀脚 DJ 的 baby， 会把对手粘的继续打摔。当中呢，我发现到实战目前觉得非常好用的东西是战轻脚正转轻手，这个力回上很方便。那正转中手呢，则是可以用中攻击来连段，也就是站中手或下中手这种可以取消的拳脚，它都可以连段到，打到了对手就会倒地。那可不可以再追起身呢？这部分就没有车到。那 Alice 的招牌正转重手呢，在正常情况下没有拳脚可以连到，目前只找到绿冲下重手以及蓄满的站重手可以接。那打康跟确反情况下呢，则还没有测试到。那打到了以后，它可以做一个它独有的指令头派生。那 OD 的正转手呢，它连段非常方便，基本上可以取消拳脚，好像都可以接得到。那打到后对手是会倒地的，同时它也是用来取消接 SA2 的主要攻击。那升龙的部分呢，它在上升时呢，对地面是有打击判定的，在5代的时候我印象中是没有。那轻的升龙呢，比较适合对空，因为它的速度比较快，但是感觉有点短。当对手跳过来不出攻击的话呢，我有几次是没有抓到人的。那至于中攻击的升龙，没有测试到太多，但是重攻击升龙是我用到最多的。首先呢，它不太适合对空，因为我每次用来对空，对手都已经落地了。但是它设计上呢，连段是很好用的，只要轻攻击啊，都可以带到重升龙。更重要的是，它重升龙完了以后呢，可以绿冲过去压制。但是能不能抓到人呢？这个我持保留的状态，因为我的对手都不会后起身。但是可以想而知，未来呢 ，Alice 的轻攻击回馈是非常好的，这一点呢跟老伤是很不一样。那下中脚呢，我没有用到太多，但是有看到别的台呢，它下中脚打到了插合，它可以接下中手，而下中手是可以取消的。下中手可能是未来它很主要的一个硬上的东西，就是跟本田的站中手冲上来抓人，然后老伤的站轻脚冲上来抓人，差不多的意思。Alice 也可以用下中手绿冲过去抓人，然后或者说他直接冲过来，再一个下中脚，然后再木压站中手，然后就可以接各式各样的连段。那他的站中手呢是不能取消的，我怎样试他都没办法有东西出来。可是呢，打到康的话呢，人也会击飞。在这部分的话，就没有做到太多的机会可以去做测试。那它本身是可以蓄力的，但它蓄力是没有霸体的而蓄力以后呢，会变成是可以取消的拳脚，它可以接到正转重手那正转重手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，它是可以接到派生的。
然后再配合它特殊的 SA2 连段，它可以用 OD 派生，然后再去派生另外独有的 SA2，可以打出一个跟老伤 SA3 一样痛的伤害，但是资源只仅仅花了2条煞跟2格动力而已。如果成功的话，非常可观。那可想而知，未来的 AS 玩家应该会很疯狂的想要使用这个连段，实在太浪漫了。那重脚是不能取消招式的，不过它就跟杰米的重脚很像，就打到康的那个时候呢，对手会后仰然后再倒地，中间是可以绿冲过去再接东西的。然后蓄满的话呢，可以取消破坏者姿态，也就是下2颗手的那个够的姿态里面。那能不能取消别的招式呢？就没有测到。而这个新的这个破坏者姿态呢，它可以利用蓄力重手跟蓄力重脚来取消进入。那其他的取消方式呢，就可以参考一下那个预告片因为在当场我在测试的时候，其实脑袋中没有想到那么多，所以很多的东西是没有去试到。那 Alice 呢，它这次增加了一个破坏者姿态，它基本上就是类似像春丽的那个 Go， 但是跟春丽不一样的是，它可以做一个前后移动。那它的前后的移动方式就跟前前后后是很像的，不过它前前比较多，后后呢只退一步而已。那有没有后撤步的效果？这个实际上这个测试要陌生人配合我觉得有点困难。那他过往的很多的旧动作呢，都被放到这个新的这个 Go 里面，像是他以前的后蓄力前的那个肘击，现在都变成了前手，3颗手都有，但是没有 OD 的。如果是正常打到是在地面，但是只要有打到康，人就会浮起来。那浮起来是可以接到 SAE 的。然后再来是他的对空的肩击，现在变成了派生中手，就是会往上顶。那地面的距离我觉得是有点短，几乎是要贴进去才可以碰到人。然后如果在地面打到人呢，它是会进入一个过肩摔的动作。它有没有对空的效果呢？其实是有的，但是多强没有测到很细节。但是只要打到空中的人呢，他会进入一个浮空状态，让你继续做连段。然后再来就是5代的时候呢，恶名昭彰的前重手，现在也放到了派生的重手里面。那这个特别是它现在可以蓄力，蓄力后是有霸体的，然后而且蓄力的版本如果打到人的话呢，它也可以进入一个派生，也就是像那个正转重手一样的派生，可以去做连段。那它的派生轻脚呢，就是跳，什么意思呢？就跟怪兽的趴地再跳起来的意思是一样的，就是跳。然后中脚呢，就是踩地，会踩人。那踩人感觉好像是正的哦，因为我看别人的，他踩人被挡住以后，他继续压人，往往会打到康哦，就是对手可能就乱动，然后就被打康。这个地方就是持保留的，可能是正的，可能是正的。那重脚就是下段，那这个地方我就没有测到很多。再来是很吸引大家眼球的，就是那个移动头，也就是5代的 VT2，飞扑过去 DDT， 跟飞扑过去十字固定。这个移动头呢，它是按下摔，可是呢，它是抓不到蹲姿的哦。然后再来是它的5摔，反而是这一次特别有点亮眼的，因为我们刚刚最前面有讲过，说它在正常的摔里面，它是不能做 loop 摔的。可是如果一旦被它的这个破坏者姿态的普通摔给摔到的时候呢，它就跟老伤的3摔是一样的，也就是对手会留在他身边，很近，不用测都可以知道说绝对可以再摔了一次。那 SA1 跟 SA2 呢，就很惭愧的，我没有去测它的起身凹，到底能不能凹，到底有没有无敌，这个部分就没有测啊，就我知道对手一定都会中，不好意思。那 SA3 呢，它的动作呢就是一个原地的一个逆水平掌，但是距离不会远，所以可能在凹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下距离。那至于 CA 的动画表现呢，我只能说就是我自己是觉得在游戏中这是一个很不讨好的表现，因为毕竟我们都知道就是摔技的碰撞感比较会把痛的感觉带出来。那固定技没错，它的 CA 还是一个固定技，就是类似就是背后锁喉，然后用2脚把人家给缠住的那种，往后倒的那种，把它勒死的那种锁喉。在游戏里面的声光表现上，它很难表现出痛的感觉这个我觉得是很吃亏的一个选择。
那以上呢就是我这次对 Alice 测试的一个心得。那这次我也知道，就是还是需要有一个人陪着你一起试，比较好试出东西来。但是又有谁可以跟我一样一整天就是不停的一直重复排队呢？好了，希望还是可以帮助到大家一点啊！拜拜，片结束喽，谢谢你看我的影片，希望你还喜欢，下次见喽。